们现在开始讲课啊。这个今天讲课的内容呢，我们接着这个上次的这个那一堂课啊继续讲。那这堂课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内容是啊，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痛苦啊，还有怎么样去面对幸福，就这两个了。面对痛苦和面对这个幸福的方法啊，为什么要讲这个面对痛苦和面对这个幸福的方法呢？因为啊，我们人都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轮回当中，是充满这个痛苦，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轮回当中就是充满痛苦，不是苦啊，就是变苦啊，不是变苦就是辛苦，总是离不开一种这个痛苦，那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回避，没有办法逃避，因为它有很多这个客观的因素，我们想逃避是没有办法逃避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自己愿意接受痛苦，都不愿意接受痛苦啊，但是呢，都要面对痛苦，这个是事实，都不愿意接受痛苦，但是呢，所有的生命都要这个面对痛苦，那这个面对痛苦的方法是非常重要了，因为世间人没有什么方法，所以这个非常渴望幸福，非常害怕这个痛苦，一旦遇到了这个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呢，希望尽快这个不愉快的事情过去，非常希望就这个到来幸福的这个新的一种这个生活，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包括动物也是这样子，在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生命就一生当中就这样子就过去了，那修行人也要面临这两个问题了就是一个是痛苦一个是幸福，就这两个，那修行人怎么样去面对这个痛苦？如果我们修行人也跟这个世间的人一样的这个面对这个痛苦和幸福，就是这种方法的话呢那就这个幸福和尤其是痛苦对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影响相当大，经常这个影响到我们的修行不能让我们进步，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幸福尤其是这个痛苦怎么样让它这个变成这个修行的助缘它不但是不影响修行，而且它怎么样把它转化为这个修行的助愿顺愿，这个是非常重要了如果没有这种方法的话这个像我们这个世界尤其是末法时代尤其是现代的这样子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是顺顺利利的，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每次都是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这个痛苦也变成我们的修行的这个障碍然后呢就获得了一点点的这个幸福这幸福也变成了这个修行的这个障碍
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修行啊没有办法这个继续下去了啊，修行是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不会有什么进步。所以这个方法很重要了。那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个人因为人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尤其是末法时代啊，就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社会，就是人就是在一个处于这个状态当中啊，这种环境当中，这个时候会遇到很多这个痛苦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来自于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都会有的，每个人都会有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些修法，来第一个就是减轻这种痛苦，这是一个，第二个当然是更重要的，不是减轻这个痛苦更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痛苦把它这个转为道用，也就是说转化为修行的助缘，这个是相当重要的。但是没有方法这个不可能了，没有方法的话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这次就讲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是有两种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从世俗谛的角度去这个面对另外一个呢是用圣义谛的这个方法来面对有两种这个面对的方法。那其中第一个圣义谛的这个面对的方法那有分两个其中第一个是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制止我们对这个不愿意接受痛苦的心态我们要去制止消除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这种心态。这个已经讲过了。要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所有的这个众生天生就是不愿意接受痛苦，不愿意接受痛苦每当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像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回避逃避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子非常希望这个痛苦尽快过去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内心非常的这个脆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痛苦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痛苦这个我们的这个抗压的这个能力非常的差，所以我们就只有希望这个痛苦尽快过去。但是呢它能过得去吗？这就不好说了这不是我们想让它过去就过去不是这样子。那这个上次我们说了也提到过这个我们平时经常都是这样子已经是养成了一种习惯习惯性的遇到了这个痛苦的时候呢，立即就想到这个痛苦尽快过去，逃避，这个好像是人的这个天生的本能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习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越养成这样子的习惯我们的这个内心就是越脆弱内心越是脆弱那就是越是这样子，只有这个办法不会有其他的面对这个痛苦的方法不敢面对就是这样子。最后呢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个我们上一堂课里面讲过了最后这个人无论是有钱也好再有钱也好再有名声也好再有地位也好那我们经常这个不敢面对痛苦，然后经常
因为我们不痛苦，所以就是在这个做很多事情，逃避的这个事情啊，任何问题上面都计较啊，问任何问题上面都很挑剔啊，这样子以后呢啊，最后是什么样子呢？最后就是外界的这个环境呢再好啊，也就是说这个生活条件，物质生活的这个条件再好啊，都没有用了啊，最后什么东西都这个看不顺眼，看不顺眼，没有任何一个东西啊给他带来幸福，任何事情都看不顺眼啊，因为过度的这个挑剔了啊，过度的去计较啊，过度的去往外追求啊，这个幸福的因素，或者是过度的去啊过度的去啊，经常回避这个痛苦所以最后呢啊，这种人呢永远都不会幸福了啊，再有怎么样，再有钱，再怎么样都不会幸福的，因为幸福跟这个痛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因素呢，我们啊普通的人都是认为它是一个外在的一种客观的因素造成的啊，幸福也是这样，痛苦也是这样，大家都这么认为，在不观察的时候啊，就是这样子，不观察的时候呢啊，因为有些东西啊，有些客观因素存在了以后呢，我们不幸福啊，或者是这个痛苦啊，或者是幸福啊，这样子，但是呢，在进一步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痛苦和不痛苦，痛苦和这个幸福的这种因素，不在于这个外界啊，都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那内心没有办法不会调整啊，不会这个调服自己的心啊，一直都往外去追求，这种人呢，他永远都不会幸福的，所以不能养成这样子的习惯所以我们要制止或者是消除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这种心态不愿意这个要去消除，世间人也就是说不修心的人，他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理解的，他们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接受痛苦呢？为什么要这个消除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这种心态呢？不愿意接受痛苦，这是所有生命的这个先天的本能，那为什么要这个断除这种？为什么要刻意的去消除这种这个心态呢？他们不愿意他们不会理解的，他们不会理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也不会永远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这个幸福，永远都是痛苦，所以我们首先是要这个制止或者是这个消除不愿意接受痛苦的这种心态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就讲第二个这个题目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对痛苦发起欢喜心就是这个对痛苦发起欢喜心，也就是说我们勇敢的去面对接受痛苦，接受痛苦，也就是说欢迎痛苦，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也是世间的人没有修行的人这也不会理解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欢迎痛苦呢？为什么要去对痛苦升起这个欢喜心呢？为什么要这样子？都不理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
世间人啊，他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自信，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奥秘他们不知道。修行人就已经掌握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这个奥秘。他掌握好了以后呢，我们还是应该去这个接受痛苦一旦遇到了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应该升起这个欢喜心，也就是说高兴为痛苦高兴就是这个意思。那为什么要为痛苦高兴呢？我们就要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有了这个痛苦有了这个痛苦，我们的修行就有进步我们的修行就有进步。那我们有一些平时得不到的机会，这个也是一个机会，痛苦也是一个机会幸福也是一个修行的机会如果会修行的话，这些都是机会而且也是比较难得的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要这个面对痛苦，欢迎痛苦，这样子的意思。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它可以变成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助缘，它可以变成修行的顺缘，所以要对它这个升起发起这个欢喜心这样子。那怎么样把它转化为修行的这个助缘呢？首先我们要看我们面对的方法不一样比如说一个人面对一种这个痛苦这个痛苦呢有可能来自于这个工作生活的压力家庭的不和谐婚姻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等等都有可能。反正就是面临一个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呢，这个痛苦有可能它就是有可能变成这个人的修行的位缘也有可能这个痛苦变成这个人的修行的这个助缘，也就是顺缘两种可能性都有。两种可能性都有。那这个可能性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变成它这个怎么样把它变成这个助缘呢？这个就是要看我们对痛苦的这个这个认识这个面对的方法如果面对的方法没有错准确，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痛苦它第一个就是变成了这个修行的助缘顺缘。因为它变成了修行的顺缘，所以这种习惯慢慢养成了以后呢，最后我们不会排斥痛苦。不会排斥痛苦。一旦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不会非常希望让它很快就过去。不会这样子。这个时候不单是这个这个痛苦不单是没有成为他的这个修行的违缘，而且有了这个痛苦以后呢他就知道这个修行有进步，然后呢就产生这个欢喜心所以以后每一次这个遇到痛苦的时候呢根本就这个不排斥然后就自然而然就是升起这个欢喜心。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这个调伏了痛苦。已经调伏了痛苦，也就是说痛苦我们上次讲过了什么叫做调伏痛苦呢并不是说我把外面的所有的给我造成这个痛苦的所有东西把它处理好从此以后我一生当中就不遇到任何这个痛苦，是不是这样子的是不是要去做这样子的工作？这个不可能，任何人都做不到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做得到。那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痛苦也好这个痛苦第一个
它不会变成我的修心的为愿啊。第二个呢，它也不会给我带来真正的实际上的痛苦，因为我知道这个对我好，所以我心里这个升起欢喜心啊。第六意识当中升起强烈的这个欢喜心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眼耳鼻舌身周围发生的这些痛苦呢这个不会很强烈不会很强烈，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转化为修行的诸愿了这是一种这样子的方法是有这样子的方法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就要看自己的这个修心的精进这样子那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变成转化为这个修行的诸愿呢在世间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化悲痛为力量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这句话没有说错，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要化悲痛为力量了化悲痛转化这个伤心难过悲痛甚至是悲痛欲惧这样子的东西转化为什么呢？为力量什么力量呢？这个里面讲了7种这个修法这7个修法是我们修行的前进的这个动力最后呢这个痛苦就是变成可以变成可以转化为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能够前进的动力这个方法叫做化悲痛为力量今天讲的就是化悲痛为力量了好，那怎么样去这个化悲痛为力量呢首先这里面有7个方法。第一个是我们把化悲痛为出离心第一个是化悲痛为出离心痛苦还有这个非常难受的这个痛苦悲痛欲绝这样子的东西呢，在没有修心的人来说就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就生活没有办法正常的下去修行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这个修下去就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这个时候呢无论是生活修行一切都乱套了都不能这个正常的进行但是呢有了这些方法以后呢不会是这样子不但是不会而且它真的能够成为一个这个诸愿这种痛苦每个人都会有的比如说国家的总统他也有痛苦然后呢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富豪都有这个痛苦那街上的乞丐也有这个痛苦在这个痛苦就是遇到了这种痛苦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金钱它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它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精神空虚的痛苦然后呢这个婚姻感情工作压力等等不顺利的这些问题，绝大多数都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东西没有办法那这个时候呢唯一的是什么唯一的就是用这些方法去把这个痛苦可以转化到用，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那有这个7种方法首先是要2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题目，一个是世俗谛一个是圣义谛世俗谛我们就分7种不同的这个修法有7种不同的修法，世俗谛就有7种不同的修法7种不同修法的第一个呢就是
这个痛苦啊转化为这个出离心，痛苦转化为出离心。那修的时候还是要这个大作，这个也有2种修法啊，有这个大作时候的修法，然后呢出作以后的修法，就有这个修法，有2种修法。就是以后我们每当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不要像这个根本没有学佛的人一样希望这个痛苦尽快过去希望不要遇到这样子的这个痛苦一直心里只有这种方法其他任何方法都想不出来不能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会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痛苦这个世界这个轮回当中呢，不可能没有痛苦，很多很多的痛苦甚至是巨大的痛苦都有可能等待着我们这个不仅是我们，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肯定是要面临要面对这些痛苦这是肯定的那面对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别忘了这些修法了但是有一个问题这些修法也要我们还没有面对这个痛苦之前就要去修。如果在这个之前没有修仅仅是面临痛苦的时候才去修的话这个时候呢它的效果不是很好了所以在这个之前就要修。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书里面也讲过了我们曾经也讲过很多次提到很多次这个凡夫愚昧的人呢认为痛苦和幸福的这个因素就是外界的这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往外追求这种人就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所以一定会失败的他通过这种方法得不到幸福断不了这个痛苦有智慧的人呢就知道外界的这个客观的因素仅仅就是一个因素，但它不是主因它不是主因，它是一个缘主缘，但是它不是主要的因素。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就是内在的这种精神心态这就是给我们造成这个幸福和痛苦的最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那这当中我们也说这个给我们造成痛苦的是精神，不是物质但是这句话也是很笼统的那具体的说给我们带来痛苦的这个精神是什么样的精神呢？是什么样的精神呢？就是执着执着这个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执着就这2个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有执着这个东西一定给我们带来痛苦这个是肯定的。我们对任何一个东西没有执着，这个东西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不会给我们带来痛苦。这是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可以很清楚的这个体会到的。对金钱也好对民生也好对其他的世间的任何东西也好，越是有执着的人越是有执着的东西越是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东西了。越是没有执着的这个东西越就是给我们不会带来任何痛苦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实际上痛苦是我们的这个执着它造成的。所以佛经上经常讲
让我们放下放下。放下什么呢？是不是回避回避不叫放下是不是逃避现实逃避现实不叫放下，这都不叫放下。放下是什么呢？从内心当中对这个东西不执着，这叫做这个放下不执着就是这个放下。不执着就不会痛苦对这个世间的任何东西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我们不执着它那它的这个存在与不存在它的好与不好或者是它对我的好与不好跟我没有关系。它不会影响我，它不会影响我的生活，不会影响我的修行，不会影响我的情绪心态。越是有执着的东西越是给我们造成这个痛苦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佛没有说这个世界是一个造物主创造的，佛也没有说这个世界是无因无缘有一个偶然的机会产生的。那佛说什么呢？佛说一切都是因缘有因有缘，有自然的规律产生了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就在这个世间的这个一切当中，我们的痛苦和我们的快乐呢，就是我们的感受五蕴当中的其中一个。那他们的因素是什么呢？客观的因素就是它的一个缘不是它的因。它的因就是我们的执着。因就是我们的执着。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下这个执着。怎么样放下呢？问题就是怎么样放下？说放下就能放得下，这个没有那么容易了那怎么样去放下呢？佛让我们明白各种各样，用种种方法来让我们明白你不值得去执着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你不执着，不执于这东西里面呢，没有一个值得那么执着的东西。佛就告诉我们这一点就是像佛怎么说呢？佛说因为这是无常的随时随地都有变化的，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呀。或者是佛说这有漏是痛苦的所以你也不要去执着呀。或者是说这是虚幻的入幻入梦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去执着呀，等等佛就是用了种种方法让我们明白这些东西是不值得我们去执着的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了以后呢，我们去修行修行深深的体会到佛说的这一切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执着这东西了。不执着了以后呢那我们就没有这些痛苦了，就这个时候就是快要解脱了。那比如说我们在上一世或者是再上一世造成的这些善业或者是罪业都是让我们去轮回流转轮回的东西。但是呢比如说阿罗汉他有很多过去的这个业还没有消尽有，但是呢他在这一生当中他把这个执着就断除了。没有执着了以后呢，过去的这些因它是没有办法成熟的，没有办法成熟。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种田的时候这个种子如果它没有潮湿，没有温度没有这个空间它没有办法发芽这是有一个种子有1厘米
但是它没有潮湿，没有温度，它是不会发芽的。同样的道理啊，这个我们过去的这个善恶就像一个种子一样，但是呢，如果这一生当中我们没有这个执着的话，它是没有办法成熟的。它没有办法成熟了。所以我们造业也需要这个执着成熟这个业的果报也需要这个执着在现实生活当中要感受痛苦也需要这个执着。也就是说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个执着，现实生活当中也没有痛苦也不会再造这个罪业善业也不会成熟这个各种各样的业。所以这个我们的解脱是从断除执着开始。断除执着开始我们经常讲修出离心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断除这个执着的方法断除执着的方法。我们经常也讲菩提心是用来干什么呢？菩提心也是为了断除这个执着。只要能断除这个执着那就是很轻松的就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是一定要有针对性。要有针对性，没有针对性的这些烧香拜佛念经这些虽然是好但是呢它不解决问题所以这个我们的一切都是要这个矛头要对准什么呢？这个执着这执着这个是非常关键了。那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痛苦转化为这个出离心就是这个修法了。比如说我们就在现实生活当中呢遇到了一种这个痛苦而且这个痛苦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痛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呢？首先是用这个通过这种修行的方法去面对。这是一种方法那这个时候呢怎么样去修行呢？首先我们这个打坐还是要入坐入坐的这个方法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这个今天我们不再重复了这个入坐与出坐的这个修法当中我们曾经已经讲过了就不需要再讲了打坐修先修出离先修这个皈依，然后就是发菩提心那这些全部完了以后呢就做这个毗卢七法呼吸拍这个浊气这都完了以后呢然后祈祷上师三宝华光融入自性这全部完了以后就开始思维开始思维第一个修法把痛苦转化为这个出离心这个修法这个修法的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痛苦这个悲痛欲绝的这样子的一个非常难受的这个痛苦呢可以把它转化为我们的这个修行的动力，可以把它转化为出离心。本身就有出离心本身就修过出离心，在这个时候修，跟这个痛苦一起修，把这个痛苦跟原来所修的这个出离心这两个融合在一起修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时候的效果非常好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修端心的时候，修固萨利的修法的时候呢怎么修？专门修这个端心的修法，修固萨利的这个修法的人呢他不是要去这个
这个那个比如说有些地方有这个鬼神存在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龙泉或者是森林或者是这个树木或者是山有深山，其他人根本不敢碰的这样子的这个有鬼神的地方专门到这样子的地方去然后呢去这个修心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因为他这些鬼神他去在这个地方修行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很多这个恐怖的这种现象，恐怖的现象，比如说不能砍断的树木有这个鬼或者是神存在，就是这个非人存在的这个像树木把它砍了不能挖的地挖了不能破坏的这些神圣的地方都去破坏，刻意的去破坏，这样子以后呢山神或者是鬼神愤怒以后呢大雷或者是刮风，或者是有各种各样的很恐怖的景象出来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要去修这个断心的修法。为什么这个我们曾经也讲过，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我执就是特别的明显这个时候我执就是特别的明显平时我们也有我执这个我执都有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执怎么明显呢怎么明显呢就是感到这个鬼神的存在或者是这个就碰到一些这个很恐怖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人就很害怕这次我就逃不了了，我就只有死了这种想法出来的时候就立即去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的这个断心的修法。这个时候呢我执非常明显的时候去修，效果非常好的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遇到这个痛苦的巨大的痛苦时候修出离心，跟我们平时没有什么痛苦的时候修出离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效果完全是不一样这个我们亲身感觉到的我们没有什么痛苦的时候一切都是这个顺利的时候呢，也在修出离心但是效果不一定是很好不一定很好了就是遇到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出离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离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加上这个修法去修的话，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个影响非常的深刻这个影响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们这个叫做这个悲痛转化为出离心那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静下来然后去思维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要去想到这次我遇到这样子的这么大的这个痛苦这么大的痛苦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这个是很正常的为什么在这个轮回当中一切都是不自由的一切都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而有变化的那我自己的这个内心呢一点都不自由的我是没有任何自由的人没有任何自由的人为什么没有自由有贪心不让我静下来有嗔恨心不让我得到这个自由有这个愚昧无明有嫉妒有这个傲慢等等的这些烦恼这些烦恼经常让我痛苦，让我让我这个不能解脱，所以我是一个第一个我自己是一个很不自由的人，我的内心
是一个非常不自由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我的内心就是一个这样子，所以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人啊。那没有自由的人呢，一定要会跟着这个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没有自由的人是这样。如果我自由啊，像我就是不是佛菩萨那样子，但是也是一个像阿罗汉这样子的话，我的内心有一定的这个自由，有一定的自由。那我自己的这个内心有自由，外界的东西有变化，我不会变化啊，我的内心不会这个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的。不会的，心很稳定的，很自由的。但我不是我没有这样子的自由，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轮回是充满了这个痛苦的这个是肯定的。充满了痛苦的。那这么一个充满痛苦的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那我这样子的一个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的人，在一个这么恶劣的环境当中，我怎么不痛苦呢？我怎么可能不遇到这样子的痛苦呢？这是肯定的这是很正常的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这个就是很正常的，很正常正常的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环境一个就是我自身没有这个自由，这是很正常。第一个我这次遇到了这么大的痛苦，这是很正常的这样子的痛苦我不是这一次才经历了我从无始以来在这个轮回当中，我已经经历了成千上万的这样子的这个痛苦，甚至是更大的这个痛苦都经历了但是呢，我到现在还没有厌烦这个世界，还没有厌烦这个轮回我一直虽然是曾经给我受到了这么多的这个打击有这个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痛苦但是我还是在希望在这个轮回当中能够得到一些幸福能够得到一些幸福，我还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去追求幸福我曾经就是受到了这么多的痛苦成千上万数不清楚的痛苦受到了这么多的打击但是我还没有生出离心心还不犯还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幸福还是在这个追求这个幸福这是我非常愚昧的一面，这是我非常愚昧的很愚蠢的那我这样子下去的话呢这个不仅是曾经有很多的这个痛苦，而且我未来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痛苦我会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痛苦是有可能的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凡夫就是没有得到菩萨义谛之前我们所有人都有可能面临更多的这个痛苦更残忍的痛苦更残酷的都有可能这是都有可能，这是很正常的这是很正常的第一个，首先我们要这样子去思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那我这一次我经历的这个痛苦对于这个经历的痛苦，对于我自己来而言从目前的情况而言，可以说是一个很巨大的痛苦但是呢从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像地狱的众生地狱的痛苦畜生的这个痛苦，恶鬼的痛苦，在相比之下我这个痛苦根本就不算什么痛苦根本就不算什么痛苦那我现在这个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痛苦这么一点的痛苦我经历了就这么一点痛苦都受不了都受不了有这么大的这个痛苦，我自己根本就这个这个就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话，那我以后有可能这个地狱的痛苦畜生道的痛苦这个恶鬼道的这个痛苦都有可能等着我那这样子的话，那我怎么办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呢我现在这个痛苦，我自认为这个是非常大的痛苦，巨大的这个痛苦，但是呢跟这些痛苦相比的话，就根本就不是什么痛苦那如果总有一天我如果真正要面对这些痛苦的话，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这个痛苦。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那我现在就这么一点点痛苦都是这么难受这么痛苦的话，那这个时候我怎么样去面对呢？这根本没有办法这个承受的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现在我这些所有的这个思维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所以我一定要去修行解脱。那我再不修行不解脱，这样子下去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我这次就是面临了一个这么一点点的这个痛苦，都让我们就让我没有办法承受，没有办法这个生活那这一点点痛苦都是让我这么折磨的话，那我真正地狱就不说了畜生跟恶鬼道的这个痛苦就遇到一个这样子痛苦的话，那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我一定要修行一定要修行，而且赶紧修行尽快要解脱尽快要解脱这样子这个思维，这个就是出离心这个就是我们把这个痛苦转化为这个出离心悲痛转化为出离心。这时候的这个出离心跟我们平时修的这个出离心是不一样的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平时我们修出离心也修但是呢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经历什么这个痛苦这所有的痛苦都是观想而已都是观想而已那现在呢不是观想了不是观想就是亲身经历了一些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呢痛苦不是观想，痛苦是现实生活当中经历了。这个时候修这个出离心的话，这个效果一定非常好的我一定要这个修行。这个时候呢这个决心很强很强这时候这个痛苦呢就是转化了一个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让我们前进的一种动力了。这个叫做这个转化为道用那这个修法它起到了两个作用了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刚才思维我一个这么不自由，内心一点都不自由的人，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我遇到这个痛苦是正常现象这个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个不是什么很意外的事情，这是正常这样子以后呢，我就接受了这个痛苦接受了这个痛苦我们经常听到有些人说我这样子的痛苦为什么是轮到我呢为什么又是我呢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这样子，为什么不是我呢？肯定是我呀因为我内心这么不自由然后我的这个环境这个轮回这么恶劣的环境，为什么不是我呢我一定会有这样子的这个痛苦不仅是现在有，过去也有就是我今天忘了不仅是过去和现在有，将来也会有的只不过我今天还不知道而已都有的这时候呢在理论上我们就已经接受了这个接受了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仅是接受不仅是接受，然后我们把这个痛苦呢可以转化到用了这个就是变成一个修出离心的这个动力了那个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除了修行，除了解脱以外，真的任何东西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得到所以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都感觉到这一个，而且这种感受很强烈，所以没有修行的人在这个时候呢，会走到这个很极端的路，会极端的路因为他认为他不相信这个轮回，他也不相信这个因果，他认为这个人死了，所有都解决了，一了百了了那样子以后呢，他会选择这样子的很极端的路。为什么极端的路？他这个时候呢，深深的体会到原来认为是非常美好的东西现在就是深深的体会到根本就不是这样子，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时候就走到这个就走到一个很极端的路。那修行人呢以前在这个之前也接受了这个教育，也就是学了也修了，就是知道这个轮回是没有意义的轮回当中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在这个时候呢，亲身经历了这个巨大的痛苦的时候呢，这种想法更加这个强烈。这种想法呢更加的这个强烈。这时候呢，修出离心效果是非常好的第一个不这么痛苦，第二个呢第一个就是痛苦接受了，勇敢的去面对了。刚才不就是说了吗这个我过去也面对了现在也是将来也会有这样子的呀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这个我现在的这种状况只有这样子了我心不自由我就是没有在极乐世界，我就在这个我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魔法时代的这个娑婆世界，就有一个这样子的地方，我怎么不痛苦呢？一定会痛苦的这样子就接受痛苦了，勇敢的这个面对痛苦了不但是面对，然后把它又转化为这个动力了这个是我们最后要达到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果是这个这个非常重要了，这个一定有帮助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轮回没有意义的一定要追求这个解脱。除了解脱以外时间的这个金钱名声地位时间的婚姻家庭感情等等一切的一切，这个时候就是知道深深的体会到没有意义了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有意义的？唯一的就是解脱唯一的就是解脱。这个时候呢，我们修出离心的话，这个出离心修起来这个出离心以后呢，比较容易也就是可以说很容易可以说很容易，而且这个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了。这是第一个修法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佛教徒在理论上说是不可能去选择极端的路，这是第一个。但是呢，我们佛教徒没有这样子的修法的话，那也就是跟像一些这个不学佛的人一样面临一些痛苦的时候呢，生活没有办法这个正常的这个下去了，然后修行呢各方面呢都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这个不但是不能转化为盗用，而且受到很大的这个打击。那这样子就不能这样子这个时候要修出离心，这个非常重要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把悲痛转化为什么呢？悲痛转化为
出离心啊，这是第一个修法了。然后第二个修法呢啊，悲痛转化为皈依啊，皈依三宝啊，悲痛转化为皈依。这个怎么样去这个转化呢？啊，那我们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啊，亲身经历了啊，这个巨大的这个痛苦，然后呢，我们也就体会到这个轮回啊，就是这样子痛苦啊，无论是再有钱的人，也要面临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啊，再有地位的人，同样也要面临啊。他们也有面临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了，再怎么样的人啊，再怎么样的人，在时人就认为非常了不起的人啊，都有这样子的这个痛苦，那所有生命都有这样子的痛苦，这个就是说明金钱它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任何一个东西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比如说两个人比如说一个家庭这个夫妻或者是兄弟姐妹或者是这个朋友感情非常非常好那这样子当然了可以一辈子在一起，但是呢这个人总有一天一个人会去死的，这个是肯定的不可能一个人永远都不去死，要去死这个时候呢也同样的给别人带来了就这么巨大的这个痛苦然后就是金钱也是一样的名声这些东西都是一样所有东西都是就越是有执着的东西都给我们带来痛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些痛苦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没有办法解决。比如说我们认为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像兄弟姐妹这样子的感情非常好的人他们认为这个人会我带来幸福，会我带来幸福，如果这个人不离开的话我会永远幸福，但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个人做不到？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到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也会实现这个圆寂，也会实现圆寂，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世间的所有的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都没有办法这个解决我们的痛苦我们认为有钱我就不痛苦，我幸福，但是也不是有了钱也一样的痛苦都是这样那唯一的能够解决这个痛苦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法僧就是三宝就是三宝三宝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依靠佛陀学这个佛的这个法修佛的法依靠僧众修佛的法，才能够断除我们的内心的这个烦恼执着可以断除断除了这个烦恼执着，等于就是断除了这个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那这个方法谁有呢父亲他能做得到，他做不到；母亲他有这个办法吗？没有领导有吗？没有。医生有吗？也没有那亲戚朋友同事同学有吗？更没有那谁有就是三宝才有这样子的痛苦比如说我们这次遇到了一个非常这个巨大的痛苦的话，那我们应该去想这么大的痛苦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可以解决这个痛苦什么样的这个方法才能够这个消除这个痛苦什么样的人才有办法断除这个痛苦？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科学家、哲学家等等
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一个人啊，真正能够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解决。那唯一的是什么？那唯一的就是三宝。那唯一的就是三宝，佛才有这个办法啊。我们听佛陀的这个话啊，就按照这个佛的这个指导去修行啊，才能够断除才能够断除我们自己的自身的这种执着。执着断除了以后呢就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执着断除了以后放下了以后呢，所有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当下就是一瞬间都断除了。就是断除我们的这个执着的同时同时就断除了这个所有的这个痛苦。那这个断除痛苦的方法断除这个执着的方法谁有呢？就是佛法僧才有佛法才能够断除这个执着佛法才能够让我们放下除了佛法以外呢，这个世间的任何一个这个学科任何一种这个方法都没有办法这个断除这个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众生真正的需要三宝需要三宝每个众生都会面临这样子的痛苦甚至更大的这个痛苦。这个时候呢我们平时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些世间的所有东西这个时候呢全都失效了都没有效果全都失效。唯一的就是佛法僧唯一的就是佛法佛法才能够让我们放下只要我能放下一切痛苦都解决了这就是解决但是我们的想法就不是这样，恰恰是相反的我们遇到一个痛苦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呢？我们第一个这个反应是什么呢？不是想要控制我自己的心不是想我要要放下我的执着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那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要去创造一些外在的一些这个条件来让我不痛苦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的。那这种方法呢，我们是从无始以来就是一贯的这种做法但是呢每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们从来没有成功过所以我们今天是反复没有断除烦恼，没有得解脱但是呢就是过去的一个小小的这个福报让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个人生但是这个人生当中呢也有这么多的痛苦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所有其他的都没有作用，唯一的就是佛法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佛法僧才解决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会皈依三宝一定要依止三宝，依靠三宝除了三宝佛法僧三宝以外呢，在这个世界上遇到真正的痛苦的时候呢，没有一个其他的这个互助没有一个其他的益处，唯一的就是三宝医生可以给我们治一点病但是是临时的临时性的没有一个人医生治病永远都不是生下来的活下来的没有这样子的例子这么多人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例子其他的都是这样子，虽然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能给我们带一点利益但是
没有一个真正遇到这样子的痛苦的时候，没有一个是真正可以解决的，能解决这个痛苦的，唯一的就是三宝通过佛的这个方法，把自己的这个执着放下了，一切都解决了这个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佛法僧的这个伟大佛法僧的这个能力这个时候我们就深深体会到了，然后呢就去修皈依这时候的皈依跟我们平时的这个皈依有不一样的平时我们修皈依我们也是在修为什么修呢？就是佛法僧是众生的这个护主只要依靠三宝才能够这个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样子。但是呢，这个痛苦是观想就是观想而已就是坐下来观想而已，不是亲身经历那我们刚刚讲的这种特殊的时候呢，痛苦不是观想痛苦就是正在亲身经历亲身经历比如说我们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这个医生的作用药物的这个作用，他们对这个人类的这个需要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自己生病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自己生病的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时候呢医生的需要这个必要性重要性医学的这个重要性必要性，生病的时候才知道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就是一样的道理这个时候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佛法僧的这个必要性佛法僧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时候把这个悲痛转化为皈依修皈依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个我们可以修出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皈依的心这个悲痛让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前进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因为我们相通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去修这个佛法，然后适当的也可以就这个控制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执着的时候呢，就我们的这个执着能降低一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就痛苦也就可以降低了这是这两个是有密切的关系那这样子以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也不怎么痛苦另外一个呢，对我们的修行也有进步就是有双重的这个利益了这是第二个修法这个是第二个修法。这个时候要修皈依行要修皈依，这是第二第三个这个修法是什么呢第三个修法是这个消除傲慢心消除傲慢心断除傲慢心平时我们学佛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世间人根本不学佛的人，比如说有钱的人也是非常傲慢的自己因为有钱觉得很了不起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的精英认为自己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很了不起的比周围的所有的人都伟大都了不起这样子然后就是有才华有学问的人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傲慢然后我们学佛的人如果还没有真正没有好好修行的话，那就是就闻思了比如说我去戒律清净或者是我听了很多很多的佛法呀或者是我怎么样就会有傲慢但是呢这个时候所有的傲慢过去让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这些所有东西在这个时候呢全都崩溃了都不存在了我就是跟一个普通的人一样的痛苦
一样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样的痛苦，我跟别人没有什么差别了，都一样了。这个时候深深的体会到我什么也不是啊，我就是一个凡夫啊，我就是一个凡夫，我就是遇到一个这么小小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承受不了的一个普通人啊，仅此而已啊，我不是什么啊。原来我认为我很了不起的这些东西啊，在这个痛苦面前呢，都不存在了啊，都不存在啊。那我今天没有什么东西让我这个傲慢的，没有什么东西我值得骄傲的啊，全都不存在了。很自卑啊，知道自己很差啊，这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修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修去消除这个傲慢心啊。那平时我们学佛的人也在这个修这个消除傲慢的这个修法我们也经常在说不能骄傲不能有傲慢不能嫉妒这个无毒是有害的不能让我们解脱，一定要断除都在讲但是呢这个时候的效果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觉得自己还是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说是说我是凡夫我很差呀，但是呢我还是在我们的这个潜意识当中呢，我还是认为我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这一次经历了这一场痛苦的时候呢，就深深的体会到我没有什么东西了没有什么东西跟其他人是一样的，还是很差那如果我这一次我一个这么小小的这个痛苦把我打击成这个样子的话那我如果真的以后比如说这个堕地狱或者是这个畜生恶鬼或者是衰老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受到一个更严重的打击的话，那我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会更差的所以我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差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修这个法，要去思考这个问题所谓的修是什么呢？就是要去思考思考我这次经历的这个痛苦的过程当中我在这个痛苦之前怎样的狼狈怎样的这个脆弱都去思考思考这个所有的过程，思考以后呢，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我很差从此以后我不应该这个傲慢我没有什么值得傲慢的东西要深深的体会过去没有这样子经历的时候也在修，但是效果还是不是很好这次真的深深的体会到自己的这些过程亲身经历了原来我不认为我这么差不认为这么差，我还是觉得我还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一次我就知道我就是很差非常的差这样以后呢，就这个时候呢，我的这个傲慢心骄傲这所有的东西呢，这个时候就是不存在了全都崩溃了这样子修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消除这个傲慢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从此以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讲到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傲慢了我再也不去像过去自以为是的这种想法从此以后我再不去这样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对我们的这个这时候的这个体会
这个影响跟平时不一样非常的深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如果没有这个痛苦，我一直都认为我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这个痛苦就告诉我你什么都不是了。你目前什么都没有了这痛苦就告诉我这一点这我非常感谢这个痛苦比如说我的上司告诉你告诉我你什么都不是你什么都没有，这样子的话我还是觉得我还是不会那么差吧我还是应该可以的吧我不如我的上司，但是呢我还是比某某某某还好一点吧会这样子。但是这个痛苦就告诉我了这痛苦就在无形告诉我它没有声音，但是呢它无形的告诉我真的不是什么我没有什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也会想到我要努力了我这样子下去就根本就不是什么我修行修这么长时间，学佛学这么长时间不行了我再不能这样子，我一定要有进步，我一定要以后我一定要这个努力。这样子的话，这不就是真正的化悲痛为力量了吗这是非常好的这个是第三个修法了平时我们修行就是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平时我们的修行就因为这些修行很多都是观想很多都是观想不是亲身经历，所以这个观想的这个它的效果就是就没有那么好了那这次就是亲身经历了这样子以后呢就不需要说很多不需要观想很多非常清楚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消除这个傲慢消除傲慢的同时就是认为自己一定要修行我修这么长时间，学这么长时间，我到现在都是这么差我不能再这么下去了我不能再这么这个差我一定要修会有这样子的结果，这是非常好的。这是痛苦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利益这是痛苦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是痛苦帮助我痛苦帮助我认识自己痛苦帮助我了认识自己如果没有这个痛苦的话，我这一切都做不到的有了痛苦才我就是有这些机会了平时是没有的。这样子如果真的对痛苦有一个准确的这个认识的话那我们每一次遇到痛苦的时候呢，这个虽然是这个是一个比较难受的感受但是呢我还是愿意接受它我还是喜欢这个感受为什么呢这个感受虽然是表面上这个就是有点难受但是呢它会给我带来很多好的东西这样子以后呢对痛苦充满了这个欢喜心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内心真正的坚强起来了从此以后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有再大的痛苦有再大的违愿都不怕，只要我有一口气就能够顺利的这个修行任何一个我已经有这个把握，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困难都不会阻碍我的这个修行最后就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很逃避这个痛苦对痛苦没有这种抵触的这种情绪这个时候呢觉得痛苦呢它虽然是一个不太好受但是呢它也是一个好东西它这次比如说我第二次或者第三次遇到其他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我也会愿意面对它愿意接受为什么呢？因为它会给我带来一些力量它会帮助我的这个帮助呢
其他的东西是不能帮助的啊，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内心又坚强了啊，然后呢，这个痛苦每一次遇到痛苦的时候呢，修心就有一个不同的这个进步啊，修心每一次一次次都有不同的进步啊，这样子就是非常好了啊，就是要达到这个效果。这是第三，然后第四就是清净罪业啊，清净罪业，清净罪业啊，清净罪业的这个修法是什么样子呢？就我们这一次我们就比如说遇到一个巨大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相信因果轮回的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去思考我这个痛苦是从哪里来的？痛苦从哪里来当然，每一个痛苦都会有一些客观的因素这个不能排除会有的，但是呢，它的主因就不是主因就是不是我为什么这次这么这个痛苦呢？我无因无缘我一辈子当中都没有，或者是我生生世世都没有做错过任何事情那我这个痛苦无言无语无因无缘从天上掉下来就掉到我的这个头上吗？这不可能的，它是有因有缘它有经因，它也有原因它也有客观的因素，它也有主观的这个因素，都有的有些是我们看得见的因素，有些是看不见的因素，都有的最关键的是什么？最关键这个就是因果问题了这因果问题了过去我遭罪了所以我现在就受这个果报。那我现在遭罪以后，我再有去受这样子的果报，这个就是轮回这个恶性循环。我们反复的这种做法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这个叫做轮回那我这次的这个痛苦一定是过去的一种这个罪业那我这次与面对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这么难受我这么痛苦那我就是不愿意接受那不愿意接受，如果我不愿意接受痛苦，我不要有痛苦的话那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应该去这个忏悔过去的这些罪业过去的这些杀盗淫妄这些罪业呢，已经制造了这些罪业，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我现在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让他们清净取消他们的这个能力，清净罪业这个清净罪业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忏悔罪过忏悔罪过。这个时候呢，这个痛苦又告诉我们这个清净罪业的这个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告诉我们，他无形当中告诉我们清净罪业是多么重要的清净罪业是多么重要的，他告诉我们他怎么告诉我们？如果不清净罪业还有一些这个罪业没有清净的话，那我们以后还要面临这样子的痛苦，甚至是更大的这个痛苦那你如果不愿意有痛苦的话，那就一定要去这个清净这个罪业很简单，这个道理很简单。比如说我们生病了那生病了，如果你不愿意有这个疼痛的这种感受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要去把这个病的根源找出来就把这个病的根治好根治好了以后呢，你就不会有这种疼痛的这种感受如果病源没有治好你不愿意接受这个疼痛的感受，也得要接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如果不愿意接受这个感受，那就是要去治它的根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愿意有这样子的痛苦，甚至是更大的痛苦的话，那就是要去治它的根。它的根是什么？它的根就是罪业
罪业罪过。任何一个痛苦啊，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痛苦不可能是无因无缘的，都有因有缘啊。绝大多数的这个因缘是罪业啊，都是罪过啊。绝大多数的罪，为什么说绝大多数呢？其中一部分啊是客观的因素，所以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因素是罪业啊。没有罪业啊，我们没有造过啊任何的这个罪啊，生生死死都是一个啊很亲近的人的话，那这么一个生生死死这么好的人，今天会有痛苦吗？不会有痛苦的。这个痛苦也是啊跟自己的这些罪业啊有关系。曾经造罪啊，今天我就受果报了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考虑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啊，这个今天我们痛苦啊，是在啊这个受这个果报啊，是一件好事啊。什么好事呢？就是我这次受完了以后呢，这个罪业啊也就清净了啊。罪业清净就是有两种方法啊，一个是我们忏悔啊，还没有来得及受他的果报之前就取消了，就消除了啊，它就不存在了，这是一种方法啊。另外一种方法呢，我就去这个就感受他的这个接受他的这个果报了。接受他的果报以后呢那也就是承受了他的果报以后呢，也就是清净了，罪也就清净了。那我这次痛苦也在消业，也就是在消业。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自他相还或者是像其他的这些修法都不修，什么也不修的话，也是在自然而然也是一种这个消业，它在消耗它的这个能力。这个罪业给我带来这个痛苦的同时，他自己也在消耗这个能力消耗能力。他给我痛苦带来痛苦，这个完了以后，他自身也就不存在了。这是任何一个因果都是这样子就是已经这个发挥了他的这个果以后呢，这因就会不存在的这是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种粮食的时候呢，这个粮食成熟了以后呢它的种子还在下面吗？它不在了它就不存在了。那就同样的道理那同时也是在消业这是所以我们应该因此而高兴还是在消业幸亏这个业我没有成熟在地狱的众生地狱当中，没有成熟在这个没有成熟在恶鬼道当中，没有成熟在这个畜生道当中，我就是这个成熟在人间也是一个好事为什么呢？因为人间就是在成熟，尤其是我懂得因果取舍的时候，成熟了这个痛苦，我还是可以把这个痛苦利用起来，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是对我有帮助的这个我们应该因此而高兴的事情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罪过的罪业的这个果报是一个非常这个残忍的非常难受的它虽然是给我带来了这些好的东西，但是呢我还是希望我以后不要再有这样子的痛苦希望所有众生也不要有这样子的痛苦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就是要去这个清净罪业忏悔罪过这个时候我们有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忏悔罪过的重要性忏悔罪过的这个必要性
如果没有忏悔罪过，我这次仅仅是一个这么小小的痛苦，都让我折腾的这么厉害啊！那如果真的有一天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这个罪业的这个果报成熟的话，那我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了啊！所以我现在一定要去忏悔其他的这个罪业这个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必要性了。那这时候我们就修金刚萨埵的这个4个对治理，4个对治理去修4个对治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悲痛转化为这个4个对治理了4个对治理。这个时候修4个对治理，跟我们平时修这个4个对治理的这种这个能力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亲身感觉到这个痛苦和我们观想这个轮回是痛苦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理论上我们知道这个轮回是痛苦和亲身经历这个轮回是痛苦是两回事，根本就是两回事。这个时候呢，这个痛苦就是这一场痛苦让我明白很多很多的这个道理了让我们明白很多很多的道理了，让我们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前进。这个修行这个痛苦呢，在就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它就是成为一个动力了这个叫做悲痛转化为道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我们这样子能够面对的话，那就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这个痛苦的话，那也没有什么虽然是这个感受从感受的角度来说呢是不好受这个痛苦是不好受这个没有像这个幸福快乐的这种感受那么美好它没有那么美好，但是呢它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比幸福比快乐的感受多得多所以有一些痛苦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这一场痛苦过去了以后呢，它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好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痛苦转化为道用的方法，这个一定要我们这一座的所有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以后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痛苦的，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除非是你们是佛的化身那我们心不自由然后我们的环境是恶劣的这个轮回怎么可能没有痛苦呢？这不可能的事情，有痛苦希望我们所有人以后就是每当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要用这种方法去面对用这些方法去面对用这种方法面对既是不这么这个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不受太大的有影响既不受太大的影响，又能够这个能够这个进步能我们的修行有进步所以这个非常重要了我认为这些修法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很多人也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大家都这个手忙脚乱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把修行呢生活呀什么都乱套了很痛苦，跟普通人一样不能这样子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修行一辈子这个学佛，一辈子闻思修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需要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在这个时候如果用不上的话那就是这些都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们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世间人也不是说吗？养兵千日，用兵一日。这个兵养了这个1000天甚至是更多，用就是要用1天了，就是为了1天要用兵，就是要养兵养这么长的时间就是像世间人制造武器用这么大的这个功夫、人力物力去制造这个武器，就是为了有1天用就是一瞬间的用就要花这么大的这个力气。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么长时间的闻思修在这个闻思修行上面呢花了很长时间了。是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用，就是为了这个时候用我面临生老病死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痛苦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用那这个时候真的用不上的话，那我们还是要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闻思修行是干什么的这个闻思修行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个还是我们要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第4个修法了。第4个修法是把这个痛苦转化为这个清净罪业，也就是4个对治力更认真的、更好的、更深入的去修这个4个对治力这个清净自己的这个罪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们学阴明、学中观学很多很多五部大论这样子都非常好我们都非常的这个赞叹，都是非常好但是呢，这些理论我们学了很多但我们自己在现实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都用不上的话那这些理论对我们的这个作用是什么这个也一定要去思考我想我们这次讲的就这么一个很简单的很基础的一个修法，但是呢，对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来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实用的有用的它就是有这个实用的价值我并不是说中观阴明没有实用价值，当然有了但是呢，这些证悟空性了才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呢，我们随时都可以用随时随地都可以用，你没有证悟空性之前都可以用现在都可以用，回去都可以用用得上，随时都可以用的那这样子以后呢，修了这些法以后呢，比如说我们情绪不好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甚至是有这个悲痛的时候一修这些法以后呢，立即就是像天亮了一样立即就感觉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有这个佛法的话，一切都是都无所谓的就一定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勇气一定会产生一个这样子的勇气我有这么好的佛法，我还怕什么就会有这样子的这个感受这是非常重要了这个就是非常重要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了。Sonum de yi tanja zubani doni ni be jana banji kirga na je wa mon de ba chebe zole do wa do jo om a hom ban znger pa ma se de hom om a hom ban znger ba ma se de Om Ahum Bajrangara Bama Sadahum